艾米，恭喜啊，又获得季度冠军。谢谢。一组连续2个季度获得冠军，让我们情何以堪啊！在这干嘛呢？有什么感想？这个设计为什么能获奖？因为他们销售很好啊，这个季度的销售冠军。但是他真的一点新意也没有啊！而且他明明就是抄袭，把这些国际象牌的元素拆解拼凑到了一起，真是不伦不类，毫无灵魂。不伦不类也是一类，没有灵魂的灵魂还是灵魂。那就是没有想象力的设计，也能叫设计吗？可是他们为公司创造了利润。哼，为了利润，设计师就可以没有骨气，不要脸面了吗？要脸面就得饿死，要骨气，将来我孩子就没有骨气。总监，进来。你有空吧？没事。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。是为了你的黑洞来的吗？对，因为这个是我进公司以后的第一个设计，所以我特别想得到您的具体意见，能够对我今后的设计有所帮助。我个人呢很喜欢你这个设计，天马行空，很有想象力。但是我个人喜欢，并不能代表公司的价值判断。哦，那什么是公司的价值判断？公司是在做商业，商业追求的是产品设计的确定性。你的设计很有个人特色，但是充满了不确定性。那什么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呢？确定性其实就是安全性，决定了产品开模、批量生产、投入资金的安全，也就是说，产品是被市场高度认可的。那您是觉得黑洞不会被市场认可吗？市场风险会很大。那总监，这个确定性是怎么得来的？一组获得的季度奖设计，借力了大品牌的生态链，设计元素呢也是被市场验证过的，是消费主体喜欢的潮流。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流行的就是确定性。完全可以。可是总监，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，它应该是创造潮流、引领潮流，绝对不是追逐和模仿潮流啊！你是在教我吗？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品牌应该有自己的灵魂，一个设计师也应该有一个青铜设计师，不要基于王者的荣耀，你应该考虑的是青铜的价值在哪里。你的价值，就是要为公司创造多少价值。我们小组呢也设计了一款那个项链的雕制，借鉴了国外的这个经典设计元素啊，同时呢，我们结合了这个《白蛇传》的传统故事，同时凸显了。你们这个不是借鉴，完全是抄袭，知道吗？就这款产品啊，版权纠纷就能让公司赔个底儿朝天。下一组。我们小组这款设计是由梦梦设计师设计的，我想请他来给大家讲述。没事，说。如果非要给蛇一个象征意义，我觉得是欲望，对财富、权力、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欲望。在这里，我保证，我这个设计是完全原创的，绝对不存在任何的抄袭和侵权。那么，在对于公司要求的确定性，也就是产品的商业价值，我这款产品是用的一个金丝镂空的设计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1克中的金能够展现出5克重金的效果。然后这一次春节礼盒的购买渠道是在银行，通过这个渠道购买的客户呢，我觉得他们在乎的并不是产品的象征意义，而是产品能不能为他们展现财富。说白一点嘛，也就是更愿意把钱挂在身上。所以呢，我认为我这一个产品是非常具有商业前景的。谢谢。在这里，我想说一个题外话。梦梦设计师出生在澳门100年老金店之家，我相信他对产品的商业理解很有价值。这款设计是他加入公司的第2款作品，也是最后一款作品。
不是为什么？刚刚，他把辞职申请和设计稿一起给了我。很高兴认识大家。今天我请客啊，被你践行。谢谢你。说实话，我真的舍不得你，刚跟你熟悉就分开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的是我们家乡西安话，到时候我请你去那边吃肉夹馍。好啊。真羡慕你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对了，公司让我问一下你，愿意留下的话，给你独立的办公室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想当工具人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人没有梦想，因为我们一旦慢一步，就会被淘汰。谢谢你哦，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信息不畅通，刚知道你也在鹏城。来，这是我老板夏总。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，坐吧。师哥，你说美国的实验室条件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回来啊？先谈正事，之后叙旧。对，先谈正事，先谈正事。我和夏总已经聊过一轮了，正好今天我师哥也来了，那我就不再绕圈子了。好。我再重申一下，我们辉氏公司呢，本来是不投传统企业的，我们投的是互联网科技概念。但是我本人非常欣赏聂博士的科研成果，也就是说，我投的不是项目，是人。明白，这跟我当初请他回国想的一样。那好，我方呢有2点诉求，您答应了，咱们才能接着聊。说来听听。首先就是奥利的管理层必须要大换血，全部换成有全新管理理念的年轻团队。管理理念先进的标准是什么？多少岁算年轻人啊？35岁以下，学管理，有实战经验。当然，我可以负责推荐非常优秀的 HR 和猎头公司。另一个呢？上回我就提过了，遣散老员工。宋总，他们都是技术熟练、爱唱儒家的老工人，为什么一定要遣散？如果把他们遣散走了，以后谁来干活呢？夏总，如果咱们建新工厂，一定是全自动化，用不了那么多工人呐，对吧？而且做这样的选择可以节省人力成本，包括五险一金，甚至是劳资纠纷。那你让老员工去哪儿呢？夏总，您办的是企业，不是慈善机构，您必须要为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负责。我明白，为投资人负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做企业是不是也要追求一点社会价值啊？我说实话啊，我作为老板，我没有办法让曾经为我做出过贡献的这些工人未老先衰、老无所依的。
只要能够满足投资人足够的投资回报率，我们当然乐意实现社会价值。那这个足够到底是多少呢？利益最大化。宋乐，35岁是条红线的话，咱俩是不是都早该退休了？你们要不叙叙旧吧？我找宋乐私下谈呢，让他放宽条件。不用了，你是做研发的，研究出东西最重要，投资的事情交给我吧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个世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35岁，人生的黄金时段，怎么在他那儿就没有价值了呢？我们22岁才大学毕业，难道人的一生中只有13年活着有用吗？这什么价值观呀？一个35岁员工的薪水，至少可以雇2个刚毕业大学生，一个半30岁的成熟员工。国外学成归来，学的就是这。是我不能苟同。师兄，哎，我跟聂心过来换点茶，去火。你好。好，我这正忙着呢，你自己张罗啊。好，坐那边吧。好。我去给你倒茶。来，喝一点。我去跟他收马去。经济周刊那篇报道是你让人去调查的？嗯。你的精力不应该放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。批评我以为你是来表扬我的。表扬不了，心里堵得慌。那又怎么了？宋乐，这个宋乐说的呀，还是有道理。这人工智能代替人工，大趋势，谁也阻挡不了。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要获取巨大利益就遣散这些老员工吧？我们是有感情的人啊，在成长过程中都互相扶持过，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那你不要他了，你让他们去哪儿啊？啊，就这么丢给社会了？你舍不得遣散员工，对吧？又不能拖累企业，这确实是个大难题。哎呀，要不然你给他们培训一下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城市突然间就变得这么狼性？这话说的不对，这个城市就是一帮有斗志的年轻人建立起来的。那当初你们来的时候，不也一个个的朝气蓬勃吗？就一个族群呢，如果年轻人他没斗志，这族群他就完蛋了。一个国家也如此。哎，你的朋友呢？赶紧去照应一下人家，啊，咱们回头聊。快去。
看什么呢？原来你是来找人吐苦水、倒垃圾的。宋乐是你同学，我跟你倒也不合适啊。不过，他确实是我的灵魂垃圾站，当然，有时候也是我的精神加油站。别生气了，刚才我已经打电话把他说一顿。干得好。哎，吴董。哦，好啊，那你稍等会儿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去。要不你再跟他们两个商量商量，让他们再宽容我们一点时间呗。现在大家伙手里都没钱，融资确实很困难，很难再商量了。价钱方面，他们已经让步了，付款的时间绝对不会让。那就只能找民间资本了。不行，他们一大早就已经狮子大张口等着我们了。那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接盘。你？你哪来的钱呀？2个人的股份啊，那可不是小数。之前你帮我接李梦东的盘，就已经很吃力了。钱方面你不用担心嘛。那以后我接了盘，我就是第2大股东了，我的话语权比以前大了啊。不是，老吴，身家性命已经交给你了，不要让我们死得太惨。你们是谁呀？我还有我的家人们。你到底哪来的钱？我说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钱绝对是干干净净的。跟李梦东有关系吗？夏沫，你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聪明。女人太聪明会活得很累的。他好不容易才逃出了奥利，为什么又要跳进来？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虽然他没有跟你在一起，其实他一直以来都很关心你的。还有，你们的师哥潘岩也在他身上做了工作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还愿意帮我。好久没听你吹口琴了，好久没这么清闲了。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缅怀呢？你也好不到哪去吧？慷慨激昂的，我们要勇敢的走出一条新生路。你现在不跟我一样吗？哎呀，好感慨呀！从作坊干起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呢。对，那个时候你们老欺负我，我老偷偷哭。亏没见你放弃啊！规模越做越大，盖起了大厂房，建起了生产线。看着现在，想着过去吧，特别的恍惚。我就想不通，你说你一个女人，哪来那么大能量呢？所以后来你们不敢欺负我了呀？其实不是我能量大，是我们赶上了属于我们的好时代。那现在这个时代不属于我们了吗？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最有能力、最成熟、最稳重的时候，那怎么就不属于我们了呢？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成长得太快了。吃激素了吗？长得那么快，长那么快好吗？
那他们长得那么快，我们就得老得快吗？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要是不想早早的死在沙滩上，只能不断的提升自己呗。我也想提升啊，可是我们从小学的是算盘，他们学的是算法，那从……哎，不说了。别难过，新工厂智能化程度会非常高，到时候咱们用脑力干活，体力活交给机器干。机器又不用养家糊口。我们大伙儿都商量好了，在新产品投产之前呢，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干，待在厂里给你压力。我们先出去找口饭吃，等厂子生产了，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来，还是你的兵。让我再听听机器转动的声吧。